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咱们得聊点发财的事儿。对，同时恭祝大家在马年行大运，立马发大财。必須的。就在昨天一条消息也算是刷屏了财经圈。段永平最新的持仓曝光了，总市值超过了1200亿人民币啊。这个数字本身它不是最有意思的，最有意思的事儿是它在这里面干了些啥你看，它首先是在4季度能看出来，它苹果减仓了，西方石油减仓了，阿里减仓了，但英伟達足足加仓了11倍，而且还悄悄买入了3家很多人都没有听說過的 AI 公司。與此同時巴菲特呢手裡是囤積了一堆現金遲遲不動。另外一邊呢，這個吉姆·羅傑斯又出來喊話，說2026年要爆發有史以來最慘烈的金融危機。這幾個大佬各自在下些什麼棋？今天跟大家好好捋一捋，順便聊聊我自己對今年市場的判斷。先說一個背景知識就13F 是啥呢？就是在美國凡是管理資產超過了1億美元的機構投資者每個季度結束之後都必須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一份叫做13F 的持倉報告，詳細列出他們持有哪些股票，持有多少股，這是強制披露的。所以我們才能定期看到段永平巴菲特這些大佬的底牌。根據最新披露的13F 文件，這個截止2025年的年底，段永平旗下的這家叫 H&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持倉的總市值超過了174.89億美元，折合人民幣超過1200億相比於3季度末的147億美元，整體漲幅大約是19%。這個增幅本身就跑贏了大多數人，所以段永平還是功力在線。他這個整個組合一共持有14家的公司，前10大持倉佔比高達99.66%，非常的集中典型的那種投資價值風格看準了就重倉，不看準了根本不碰，就是巴菲特那個就如果你只有20次機會打20次卡，那你會選什麼股票？他就這種風格。他頭號重倉的公司就是蘋果，但是蘋果它已經開始瘦身了現在蘋果仍舊是它的第一大重倉，佔比是50.3%，持倉的市值大概是87.97億美元，但是它這個減持動作一直就沒停段永平呢最早是2011年開始買入蘋果的，當時他列出了買入蘋果的5大理由，比如極致的用戶體驗、成熟的平台生態、單一的產品模式、高效營銷和巨大的市場潛力。他認為蘋果的生意模式簡直是比可口可樂還好。我也是這麼認為可惜比他認識的晚太多了，所以沒有在很低的那個2011年就買入。又因為蘋果這個用戶忠誠度極高，提價了其實用戶也不會跑，這個絕對說的是對的。但是從去年開始，他減持的這個節奏明顯就加快了。1季度他賣出了664萬股，2季度小幅加回來89萬股，然後3季度再度減持29萬股，4季度又大手筆減掉了247萬股。這一年算下來，蘋果的倉位可以說瘦了一大圈，但是呢，現在依然是最重的底倉。這背後呢，大概有2個邏輯一個是蘋果這2年在 AI 上的進展可以說相對的保守或者是緩慢的。沒錯。對，你看 Siri 改造是比較遲緩的，和競爭對手的差距在某些維度上已經拉大了。二是這個套利的機會已經出現了，就減掉蘋果的錢，轉去加倉英偉達和谷歌，這2個公司目前在 AI 賽道上的彈性明顯是更大。也就是說，他現在減持蘋果不一定說蘋果有多麼不好，而是看到了更好的機會這個也是符合巴菲特的概念的再有就是伯克希爾，他增持了38%，這裡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邏輯，你看我給大家講一講對，就是他投資了巴菲特。對，更有意思的是這個就伯克希爾哈撒韋呢，是他組合裡現在是第2大重倉佔比了20.63%，持倉市值大概是36億美元。4季度呢，他增持了大約是198.5萬股，增幅高達38.24%。這裡面非常有意思那個邏輯是啥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因為巴菲特最近在大量持有現金，他把蘋果賣了不少，也沒有找到什麼新的目標，手裡的現金就越積越多。也就是說，伯克希爾這家公司本身現在實際上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以現金狀態存在的。那段永平通過買伯克希爾，間接實現了一種半倉狀態。有意思對，就是進可攻退可守就如果呢，你看美股市場還是整體向上的，
伯克希尔雖然空着不少倉位，但是市場慣性作用下呢，它也會大概率跟着漲，最起碼不怎麼跌哈。如果市場整體向下了，那資金呢反而會因為伯克希爾手握大量的現金，這意味着它有大把的抄底機會，而且逃頂了。所以它的抗跌屬性不僅強，而且可能很多投資者反而會往裡湧，買入伯克希尔啊，因為它有抄底機會，就說不定它反而會逆勢大漲。所以啊，你看他買入伯克希尔這個設計動作本身啊，就非常聰明，他不需要自己判斷市場的時機哈，讓巴菲特就替你守着，而且是进可攻退可守，不管怎麼着，他都不仅不跌，反而可能賺錢。对，我觉得給了我們很好的 idea，我們也應該入手一些。但是啊，咱得指出一點，這是因為它資金量過大，所以它求穩的話，它每年有10%到20%的漲幅就已經很好了。但如果你要指望呢，在 AI 赛道等一些新的趨勢創新赛道有80%、80%-90%什麼翻倍的漲幅，那這種策略肯定會讓人非常着急的。所以這種策略就適合于這種大資金、大體量、大機構來做。再來看看它的英偉達的持股哈，段永平呢在4季度加倉超過了11倍啊，這才是他最大的動作，它是本次持倉裡最炸裂的數字。在4季度呢，段永平加倉了663.93萬股的英偉達，持倉的數量呢，從3季度末的約60萬股暴增到了723.71萬股，增幅高達11倍，持倉的市值是13.5億美元，成為他的組合的第3大重倉股啊，佔比7.72%。他對英偉達的評價是非常直接的哈，他認為這個英偉達呢確實厲害啊，他說他看了很多黃仁勳的視頻，他個人非常欣賞這個人。他10多年前講的東西和他今天講的東西是一樣的啊，所以這個黃仁勳啊早就看到了，而且一直朝這個方向在做。所以段永平就認為黃仁勳現在表達和講的東西依然是對未來的一種看法哈，而且是應該是對的看法。所以段永平說他就應該必須得摻和一下哈，然後現在他就買入了接近100億人民幣。那這個摻和的分量啊，大概比很多人的全部身家還要重，是吧？那還有3家新進的 AI 的小倉位也值得關注哈，值得單獨說啊。就除了這個英偉達和谷歌，段永平呢新進了3家小公司，分別是 CRWV、CRDO 和 TEM， 這個倉位佔比分別是0.12%、0.12%和0.04%，整體呢不到0.3%，看起來很小，但是進這個組合說明段永平現在是在認真的盯着 AI 產業鏈。他買入這3家公司啊，不是真正的做 AI 應用的公司啊，賣鏟子的，真被你猜对了。你看這個 CRWV 是一家專注於 AI 和高性能計算的雲服務商，核心業務就是把英偉達的高端 GPU 算力租給需要跑大模型的企業，跟英偉達是深度綁定關係的。那也就簡單一句話來說，就是 A 股那種算力公司啊，就賣算力的或者出租算力的。那過去1年呢，它最高有5倍的漲幅啊。不過呢，4季度是回調階段。第2家公司叫 CRDO， 全名叫 Credo Technology， 做 AI 數據中心的高速連接解決方案，賣的是有源電纜和高速的芯片，相當於 AI 算力網絡裡的血管。這類公司跟 A 股的那個 CPU 光模塊概念很像。就在過去那1年啊 ，A 股相關標的已經漲了好多倍啊，有10倍的公司都有。那美股這邊呢 ，CRDO 過去1年也有5倍的漲幅，不過呢，4季度也是回調階段。段永平如果是在這個時點買入的，目前還是虧着的。不過它倉位很小嘛，所以它有大把的補倉機會。還有一家叫 TEM， 全名呢叫 Tempus AI， 做 AI 驅動的精準醫療，这是一個 AI 應用啊，主打腫瘤診療和醫療大數據，被視為醫療 AI 的標杆企業。這隻股票也是先漲了5倍，然後在去年的4季度腰斬了哈，所以段永平啊顯然是在抄底。這個3個倉位可以說都不重啊，更像是埋下那個探針，然後持續觀察這幾個方向的演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段永平在 A 股和港股他也沒閒着，他持有貴州茅台和騰訊控股。今年1月21號還在1400元附近加倉了2萬股的茅台，另外呢還持有少量的中國神華。我們再來看看另2位大鳄啊，巴菲特首先他是不怎麼動啊，在今年1月23號，段永平談到說巴菲特大量持有現金這件事兒，他就說啊，巴菲特很少囤積現金，但最近這幾年確實看到他經常持有大量的現金，尤其是開始賣蘋果以後。所以說啊，段永平他說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原因大概就是啊，巴菲特認為股市現在整體已經貴了。
巴菲特自己的能力圈想买的公司已經不便宜了，所以巴菲特在等。這句話其實信息含量還是挺大的哈，就他在過去已經幹過多次類似的事兒，就是逃頂，然後手裡持有大量現金，然後在某個他認為合適的機會，現在在留着子彈嘛。至於什麼時候出手呢？目前大家也不知道，因為巴菲特畢竟年齡也過大了哈，只能等他下一份的13F 來看了。那羅傑斯的預警，咱們来看一看，就另外一位經歷過多次金融危機的大鳄傑姆·羅傑斯，最近呢又蹦出来发出警告了啊！他说，2026年可能爆发他有生以来見過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那主要呢就是有2個理由哈，而且是全球的金融危机啊。就一個是全球的債務規模已經超過了250萬億美元，美國的國債已經突破了38萬億美元，利息支出逼近了每年1.2萬億美元。這個財政壓力已經大到難以靠這個增長來化解了。二是啊，他認為 AI 產業估值虛高啊，商業落地比較慢，存在類似當年互聯網泡沫的故事定價風險。他也用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的判斷，一個呢是清倉了所有的美股持倉，包括科技巨頭，只保留中國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少數市场的資產，因為還相對便宜。同時呢，還持有黃金啊、白銀啊、銅啊等實物資產作為保險單。前一段時間他肯定是賺了不少哈，因為黃金、白銀大家都知道哈暴漲了，當然現在又暴跌了。羅傑斯呢確實有過成功預測的記錄啊，比如1987年的股災。2008年次貸危機，他都提前發出了警告，可以說人家絕對是經歷過也見過，而且這個提前發出過警告，而且預測正確的。但是這幾年他也曾經多次預告史上最慘烈的危機，但是呢，很可惜啊，美股啊一直在單邊上漲，讓他的危機落空了。那我的看法是啊，羅傑斯啊關於 AI 泡沫的判斷，其實大概率也會落空的。原因很簡單，當年你看互聯網泡沫是有真實應用和這個技術基礎的，所以泡沫其實短暫的破裂了之後，真正有實力的互聯網公司反而迎來了空前的發展。以這個騰訊、谷歌、亞馬遜，你看這些回報是達到了100倍、1000倍甚至更多。AI 呢也是一樣，其實它現在已經實實在在的展示了提升工作效率和改变生活方式的這種能力。很多公司啊都因為 AI 的應用而大幅度的裁員，這絕對不是虛的概念，只會越來越強，落地的場景越來越多。我們再來看看今天的主角段永平，他對 AI 怎麼看哈？這個態度也是非常清晰的。他承認 AI 呢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泡沫，泡沫的特徵啊就是人人都跟着一起漲，就所有公司都漲哈。一說 AI 大家就冲進去買，但是他也直言哈，就是說最後一定會有一些公司確實會非常厲害，所以他的做法是不追泡沫，但也絕不缺席，找那幾家真正有實力的公司去長期拿住。這和當年他對這個谷歌、蘋果、騰訊的邏輯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如果你能看到一家公司哈，未來大概率會成長為真正的巨無霸，那麼在任何時候買其實都不算錯。說完這幾位大佬，我來看看我對今年市场的看法哈。首先，你看台海這邊近期的態勢很明顯嘛，就是緊張氣氛在明顯緩和呀。有可能重回對話和友好接觸這個方向，地緣政治的風險階段性的降低了。我不展開講了哈，但這一點毫無疑問啊，對金融市場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穩定因素。不確定性少了，資金才願意進場。第二啊，就是關於大陸的政策方面，就多項信號其實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就是重視經濟的復甦，貨幣層面保持寬鬆，流動性的充裕，這是支撐股市的基礎條件的。產業層面呢 ，AI 和機器人是今年最確定的主線。有財經媒體啊，大概統計一下，今年大概率會有20多家人形機器人公司相關公司上市哈。那這個賽道會有怎樣的行情？可以參考當年互聯網初興的時候的那種狀態啊，就是大量的公司扎堆上市，其中必然會有被爆炒的，也必然會有真正最終能活下來跑出來的。問題的核心不是說這個方向對不對，而是你在哪個位置上車，高位接盤的結果就可能和當年很多人追高互聯網一樣，有可能要等好多年才能回本甚至暴漲哈。就像網易当年也曾經跌到過1美元嘛，運氣差的或者你對這家公司判斷失誤，這公司最後它沒有做起來，就有可能投資永遠回不來。但是如果你能夠在相对的低位合理估值的時候切入幾家真正有核心技術的公司，這確實是一個非常確定性的歷史機遇。所以我的判斷是2026年 A 股大概率是結構性的牛市，
可能不是所有的板塊普涨，而是創新的方向机会更多。但是这個機會的前提是你要找對公司，找對時機，不在高位去追。而這個機會又可能是非常確定性的歷史性的10倍甚至100倍的機會。號稱是中國第一價值投資者的這個丹斌，前段時間也說了哈，他現在基本是 all in AI， 配置的方向估計也是英偉達、蘋果、谷歌這條線，和段永平的思路大致是一樣的。說到底段永平、巴菲特這些人的动作肯定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他們的倉位是他們的倉位，不是大家的操作指南哈。他們的信息肯定比我們早，研究比我們深，容錯的空間也比我们大，因为體量巨大嘛。那咱們普通投資者能做的呢，是理解他們在賭什麼，然後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找到屬於自己的那個確定性，你才能夠堅持。AI 和機器人這件事兒其實這些人已經用真金白銀給出了答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咱們自己怎麼做了。最後祝大家馬年順順利利，恭喜發財。